薛珊珊呀，薛珊珊，就你这智商，也就真的只能挑菜了。你居然跟大老板说要考 CPA， 你这不是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吗？很高兴各位媒体还有在场的观众朋友能够跟我一起来见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原来袁丽书小姐就是蒋元先生追求的心仪对象，同时呢，她也是北京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丽书店的女老板。那现在呢，她在上海开了分店，可以说她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人。那让我们跟着摄像机镜头一起看一下现场的盛况。求婚的时候，袁小姐可以为我按灯，一定会的。转身。袁小姐，该不会就是风月提过的姐妹淘吧？哇，还有名厨之人加持求婚，果然能干上老板的都不是简单人物。丽书，我爱你，嫁给我吧。哇，我怎么想起大老板？丽书店刚刚开幕不久，谢谢你带这么多的媒体记者，还有朋友来捧场。什么？怎么这样？蒋先生，你这个效果做得太大了。丽书，我费尽心力的办这么大的场面，绝对是诚意十足。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我还跪着呢。沈先生，对不起。谢谢，谢谢大家。什么情况？拒绝他。你总是找各种的理由来拒绝我。你说你有心上人了，但据我所知，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你说大老远的从北京赶过来，说这场面这阵仗，你还不满意吗？我没有让你做这件事情。算我求你了，行吗？我好歹也算是有名声的人，说当这么多媒体的面多没面子，就答应我吧。婚姻不是面子问题，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面子，做这些事情之前，你就应该想清楚。那就是里子的问题了。我的才华，您是能看得见的。人要是不对的话，里里外外都是问题。这下明白了。
哎呀，你就别笑了，我都快丢死人了。其实真的还好，哎，我还以为这些媒体记者是你自己花钱雇来给咱们书店造声势的呢。哎，你跟那个知名主持人到底怎么回事？哎呀，他就是我们北京书店的一个超级 VIP， 也不止一次的帮我们丽书店做宣传了。人呢倒是挺好的，也客客气气的。我对他就是正常。人家知名主持人呢，刚才我上网查了一下，学历、背景、经历都不错。虽然说这求婚仪式土了点儿，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既然你觉得他这么好，那要不你跟他试试？哎，袁丽树，你这样说对得起元庆哥吗？讨厌，我说正经的。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我这北京的书店啊，刚刚找到人跟我管理，我这回来上海还准备好好的打理一下，休息休息呢。哎，工作跟嫁人、男朋友可以两不误嘛。哎呀，我这哪有心思想这些啊？这北京的书店刚开，我还准备做出点样子呢。你说你跟封腾在上海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啊？我要是不做好点儿，那不是给你们丢脸吗？哎呀，当初呢让你进公司帮我哥，你不愿意，说要自主创业，现在呢又把自己逼那么紧，到时候你嫁不出去，可不要说是咱们封家害的啊，不承认的。啊，我还以为你在为我的幸福着想呢。哦，搞了半天，你是觉得怕自己有愧疚感啊？哎呀，这说起来啊，本姑娘不是不嫁，这要嫁的人呢，吓死你！快快快！哎呀，赶紧吓死我啊！你说他们怎么还不走啊？要不我打电话给我哥吧？哎，你别呀，你能别把事儿闹这么大吗？我这刚回上海，我可不想一见他就挨他一顿骂。你说你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就那么怕我哥啊？啊，你不怕啊？我有点怕，我也只有一点。呀，哎呀，你要骂就骂呗，快点行吗？封先生找我有事儿，请坐。我是想跟你说一句话：被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喜欢，远远要比你喜欢上一个不喜欢的人要难受多了。而且你把自己的喜欢那么高调的强加于给别人，这是爱吗？这是骚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再说了，这是丽叔自己的事情。对。第一，我是不知道鱼是否快乐，但是我知道他很不快乐。第二，袁丽叔的事情向来由我管。丽叔。啊？我的事，确实是他说了算。难道他就是你的那个心上人？其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你。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骚扰他。封先生，你怎么知道丽叔的心里就有你呢？难道你是她男朋友吗？我是他最亲近的人，我是他哥哥。丽叔，我怎么没听说你还有个哥哥呢？现在听说了吗？
2瓶瑞奥，一个甜橙味，一个蓝色玫瑰，其中一个要冰镇的。好的。你别那么看着我，抱歉啊。那个，我一下飞机就给你找麻烦了。没事儿，我这哥哥都习惯了。欢迎我们家丽叔回来。刚那个蒋莲说你已经有自己心上的人了，你是在应付他，还真的有了？那我都多大了，我有自己喜欢的人，这很正常啊。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跟风月见见呢？那有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呀。我要是先开口的话，那多没面子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是谁能面对我们家丽叔这么不为所动啊？过来，能不能先跟我说一下？你就别操心了，反正我看男人呢，至少是以你为标准的。袁丽叔啊，这个世界上风腾只有一个，你眼光这么高，你不怕嫁不出去吗？哎呀，我要是真嫁不出去呢，我就赖着你，让你养我一辈子。OK。干杯！哇，这些是什么呀？ CPA 教材。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你这是什么呀？这是 CPA 的教材。选说都不会，怎么考得上？那个大 boss， 我决定了，无功不受禄，我不能白用你的保养品，所以我决定用加班费来抵消。哦，保养品你用了？嗯。看来有正确时间，很好啊。你就看琳达帮你准备的书吧，以后每半个月考试一次。啊？考试？为什么要考试？考试？不会吧？不考试怎么能有进步呢？可是我还要上班呢。那就星期六过来。星期六。 休假不用上班。我有说过让你过来上班吗？我是让你过来考试。我怎么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更好的为公司服务呢？是吧？那考1门、2门、3门、5门，不可能一下考过了。 考试的时间还有1年，还长着呢。原来他居然知道什么时候考，至于吗？至于吗？至于吗？而且我有办法让你过。是，真的？只需要一句话。什么话呀？不及格，扣工资。扣工资？我不要扣工资。
真，过去。乖啊，要不然我扣你年终奖。年终奖，工资。我终于领悟到一个真理，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老板斗其傻无比。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我怎么会是这样的悲惨人生？不但要继续做我的挑菜工，还要时不时面对大老板面临心脏无力的危机，还要成天与书为伍。虽然我想停止迷恋，但我也没有想与世隔绝呀。快点！青菜，最爱吃青菜。那我就给你一根面。洗洗。我竟然为了几罐保养品，误会大老板对我有意思，真又是小看了我自己，更是小看了大老板。男人喜欢女人，虽然不用像小莲那样搞排场，好歹也是送花送戒指。这些书和保养品是怎么回事呢？大老板应该把我的学历背景查得彻底了，又不好意思让我走人，才想办法充实我的内在与外在，充其量只是为了丰腾集团的面子和里子。不过擦了几天乳液，软绵绵的，手感比以前好多了。话说回来，其实我长得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吧？怎么就没人搭理我呢？明明公司也不是没男的呀。要是有人追的话，哎呀，大老板，你怎么可能进厨房洗碗呢？别闹啦！我怎么会想到大老板？哎呀，好可怕，好可怕！等考上 CPA 之后，一定赶紧找个男人了，不能整天这样胡思乱想，迟早会疯掉的吧。哎，珊珊，哎，阿伟，早啊！早，来，哎，这个你也参考一下吧。啊，这是什么呀？员工旅行的资料啊，你不知道吗？分腾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公费旅行的机会。哦，今年也要去啊？对啊，今年老板办公室啊，原本抽到的是跟人事部和研发部的行程，但是他说不想跟着去，所以就决定跟财务部一起去啦。珊珊，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嘞。大老板也要去？那你们是去旅游没错，我是去修行的吧？除了挑菜，还得当扛夫，
你们去玩，我去可太辛苦了。阿妹啊，那个，好像这个员工旅游需要满1年吧？不满1年的员工自己补贴金额也可以去。那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手头有点紧，不能再花钱了，所以就你们去吧，玩得开心，来啊！太好了，赚到一个周六在家里睡大觉。可是老板已经替你缴费了耶。啊？所以珊珊，那礼拜6 7点见啦，拜拜。你知不知道，今天大老板会和我们财务部一起去旅行？哎，真的假的？哎，大老板不是一向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这次怎么这么心血来潮？难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应该是某人的面子够大吧，托他的福，我们才可以和大老板近距离接触啊。哎，对了，阿佳，你未满年资吧？未满年资怎么了？就算是贴钱我也要去，因为大老板要去啊。哎，我来公司都这么久了，还没见过大老板几次，每次都只能远远的望着他。哎呀，别说是你啦，像我们不也都这样吗？哪像人家珊珊呀，直通天庭，天天在圣上面前行走。哎呀，我还是来看这个吧。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我的，看来我真的是生在苦中却被看成是福。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老板要跟我一个团，肯定是怕外面有他不爱吃的东西，所以要我这个免费的长工，随时随地的帮他挑菜。老板，那个，看中什么菜，都是你的。不是，那个，关于那个员工旅行。员工旅行怎么了？员工旅行，我不想去。哦，不想去。天哪，我居然说出口了！那是想留下来考试。考试？老板，能跟你一起旅行是我的荣幸，我后天一定准时到啊！7点集合对吧？那我就故意迟到半个小时，等到7点半甚至8点出现。集体旅游肯定不会等我一个人，到时候大伙儿走了可不怪我呀，到时候我就怪上海的交通好啦。这是属于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不是我主观意愿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只要到警卫大叔那里报道一下，那就有目击证人了。哎呀，保安大叔，他们都走了是吗？哎呀，我在高架上堵了半个小时啊，我怎么这么帅呀？哎呀，我的员工旅游啊，我的人生真是太悲惨了，我期待已久的旅游啊，再见了。珊，哎呀，珊珊，你怎么还在这呀？我们都等了你1个多小时啦。哎呀，好了嘛，别愣在这了，我们快走了。哎呀，快走了，走了。你哎呀，还愣在这干嘛呀？啊，珊珊来了，来，珊珊快！大家好，第5天各位知道啊。来，珊珊，快坐呀，坐这边。赖着干嘛呀？坐这儿。快。
老板早啊，老板。不早了。大老板该不会真的等了我1个小时吧？老板，那个，不是说是7点出行的吗？你听错了，我没有啊。既然是7点钟，那你为什么8点才到？薛珊珊，你这个白痴，这么问不是摆明故意迟到了吗？其实我想说的是，7点集合，为什么你们还没走啊？对呀，老板，你说的对，是8点钟集合，是我记错了，我记错了。阿梅，阿梅，到底是几点集合呀？不是说7点集合吗？哦，本来是说7点的，然后老板说太早了，就改到8点了。哎，你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啊？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奸商，奸商，奸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珊珊来迟了，却发现风腾还在等。老板，这个包怎么能让您亲自拿呢？我帮你拿吧。我还亲自上厕所了。那个，没关系的，我来帮你拿吧。我身上不背东西，老觉得不踏实。我来帮你拿吧。哎，我帮你拿吧，没关系的。带女孩是谁啊？哦，我路上不是跟你提过吗？就是给我献血的女孩子，叫薛珊珊。你跟我说她挺特别的，我感觉挺一般的，哪儿特别了？我可喜欢她，特别吧？还特别扭啊？走啦。李叔。哥。陆小姐，你怎么来了？我老公出差了，带着投资部的人去海南，难得哥哥选的旅游地点近，我就带着我的好朋友丽叔一起来了。走吧，在这儿聊什么？走吧。陆小姐，丽书小姐就是你的姐妹淘啊？这是丽书店的老板吧？你怎么知道？我那天路过丽书店的时候，看到那个著名主持人向丽书小姐求婚，那仗势可大了，还有很多媒体在那报道呢。你都知道啦？不是每一个女孩子啊都会被名利左右的，对吧？丽书呢，从小就跟我还有我哥一起长大，我们是特别好的姐妹，跟我哥呢就像哥们儿一样。果然，老板的哥们儿也是老板。先过去一下啊。我哥让你替他背包啊？没有没有，这是我主动要替他背的。他没有拒绝吗？Oh my god！ 天哪，他最讨厌别人碰他东西了，他会爆炸的。啊！这是我抢过来的，是将不功补过用的。不会吧？你那么怕他呀？难道他没有像……没有什么？千万别说是想把我炒了。没有对你好一点吗？我回头说说他。不用不用，风雨小姐，这种事情不用你亲自去说。而且老板那么忙，他哪有心情管我呀？万一你说了什么，他一个不悦，我除了挑菜背包，搞不好还得帮忙擦鞋、捶背。珊珊啊，我跟你说，女人呢，最幸福的就是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过日子。虽然工作很重要，但这世界上呢，还有很多事比工作还重要，对吧？我会加油的。加油！加油！
原来你喜欢这种女孩啊？怎么也不跟我介绍一下呢？这不是让你们碰面了吗？所以你今天呢，不是叫我出来玩呢，是让我来当亲友团鉴定女朋友的。我和她还没有正式交往。如果非要鉴定的话，我觉得她似乎，还好。我还就是喜欢她的还好。你不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和家庭背景、经历、学历没有任何的关系吗？我只要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她只要负责还好就好了。看起来倒是挺懂事乖巧的。那你为什么让人家帮你拿包啊？像佣人一样，你不心疼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他那是在守护自己的食物，跟我没有关系。哎呦！哎呦！啊！哎，你们，哎，去哪儿？等等我！等等我！刘珊珊，喂啊！人呢？张小璐，你可以啊，速度不减当年啊！难道我还不如你？来，哥，你看见珊珊了吗？他没有回来吗？这儿也没有人，你们看见珊珊了吗？没有啊。我打个电话吧。没人接。哎呀，他不会出事儿了吧？我手机
板，你怎么了？我脚扭到了，我好疼。不行。动不了了，怎么办？我背你。老板，要不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走。感觉你流的每滴汗都在嘲笑我的体重。嘲笑你怎么了？就是嘲笑你自不量力。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薛珊珊，对不起。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薛珊珊，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什么错误啊？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深深的爱上你，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却什么都不做。什么意思啊？这可不像是一个老板对员工说的话，更像是童话故事里白马王子跟公主说的话呀。默默守在身边。除了前锯腓韧带有些挫伤，其他结果呢都很正常，没事。医生，那个前锯是古文吗？就是脚扭伤的意思。多久能好？好好休息的话，也就1个星期吧。谢小姐今天就可以出院。如果想在医院待几天也可以。啊，回家！这医院住1天得多少钱啊？应该挺贵的吧？我回家买个膏药，贴个3、5天的就能好。光付医药费，脚好了，命都没了。好，我知道了。那我就请护士帮忙办理出院手续吧。好。干嘛这样看着我啊？我知道这应该算工伤吧，而且对你来说9牛1毛，但我不是财务吗？为公司省了点也总是好的呀。吓死我了你！你这脚怎么了？哎呀，没事，就是扭伤了。脚扭伤，你跑什么 VIP 呀？你其他是我小人呢？姐搭错了，对不起，让她一个人落单，所以才会受伤。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还真是挺莫名其妙的。这员工不想去旅游不行，去了又不照顾好人家的安全。这员工旅游不就是团队行动吗？怎么就让我们家珊珊落单了呢？就是。溜，别说。公司大老板，方特。
蛋。哎呀，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金字塔的最顶端，食物链的最终端，你注意点。刚才不好意思啊，不过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既然是老板，那招聘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家珊珊的血型比较特殊。今天幸好是扭伤，万一出血了怎么办？老板的妹妹是千金，那我们家珊珊也是我们薛家的掌上明珠。柳柳，大老板，那个这是我堂姐薛柳柳，这位是我的闺蜜陆双怡。嗨。你刚刚说的没错，非常抱歉。人家大老板，人家是愿意负责任才留在这儿嘛，啊？跟谁撒气你也别跟大老板撒气，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他以后怎么办？丽叔，你怎么在这儿啊？郑琪，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跟封腾比赛的时候比疯了，我也没想到他会受伤呢。你说珊珊啊？不是，我听说没什么事，只是扭伤而已，并无大碍的。哎呀，都是我不好，我明明知道封腾这个人急不得的，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找他比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迷路，你说现在怎么办呢？行了啊，别慌慌张张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嘛。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一见面你就慌慌张张的，我印象中的袁丽叔可不是这样。没事啊，就这么和人事部交代。怎么样了？珊珊好点没有啊？都是我不好。没事儿，要说谁的错，都是我的责任。郑琪，明天去韩国的事情可不可以先缓一下？哎，我还正想催你呢。美国艾索尔投资也对 KME 有兴趣，正在积极的与对方接触。我已经让严青稳住对方了，等你明天过去。没事的，你们去吧，珊珊交给我，放心。多谢。慢点。哎呦，行吗？你这个？慢点，1、2、3。哎呀，行了，来，先放这儿。到家了。哎呦，我的天哪，真不容易。哎呀，慢点。你不疼吧？不疼吧？你使点劲，好。好像你脚小。珊珊，我买了点水果，这放哪儿？啊，那给我吧。袁小姐，你看都折腾一天了，辛苦你了，你赶快回去吧。啊，我没事儿，平时这个时间书店也没打烊呢。哎，我记得王叔给你叫的那个看护应该是明天上午6点到吧？要不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这样的话方便你有什么事叫我。这不行啊！这怎么？你看我们这房间这么小，谁说我们太小了？我们家房子地儿多大呀！再说了，我能照顾你，就不用麻烦你了啊！你就放心吧。是啊，那个双姨也能照顾我。其实，要不是风小姐坚持，连看护都不用的。不只是她坚持，我跟封腾都坚持。要不是我跟封腾比赛比疯了，也不会害你的脚受伤。哎呀，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再说了，这是公司集体活动，再怎么算也算不到你头上，你别放在心上啊。就算是你把这笔账算到封腾头上，可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啊。珊珊，你放心，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你的。那谢谢你啊。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丽叔是在暗示什么？还是我想多了？明天我要出国，照顾好自己。多照顾自己。老板也太奇怪了，自从在太湖背我之后，就像是被我上身了一样，这也太奇怪了吧？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却什么都不做。不过，柳柳和双怡都说的有道理。那个袁丽书态度很明显，是吧？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现在有点能力的男人啊，明明自己已经有女朋友，却还是会不安分地对其他女人放电。刘承浩不也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一眼我就看出来是袁丽书自己上杆子喜欢封堂。你分析分析啊，要是男女朋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他干嘛还说，他跟我封腾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没必要强调这些啊。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这男人对女人放电不一定是喜欢她，只不过是想享受暧昧时的成就感罢了。这完全是袁丽书制造的假象。我可是爱情专家，我的话不会有错的。不过话说回来，只要你不为所动，那老板毕竟是老板，他的私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就是袁丽书习惯性的主权宣誓。他对每一个接近大老板的女人都这样，不只是对你。啊？反正不管结论什么样，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老板怎么会喜欢我呢？一路顺风。别忘了回诊。生病比上班还要准时，大老板，你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吗？谢小姐，早餐准备好了，袁小姐来陪你吃饭了。啊！珊珊，早！这么早就过来了啊？我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准备啊。坐。哇，这么丰盛，你还说多多包涵，我才不好意思呢。那就不客气了。其实封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一般都会配合我。哦，封腾是你的，封腾是你的，一边照顾我，一边帮我洗脑。这边也转一下。哦。看看他的。哎，医生，感觉没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石膏哎？不行啊，伤筋动骨100天呢，还是小心为好。那这样吧，帮薛小姐去上个石膏，啊。麻烦了。薛小姐，您的药。还要吃药啊？可是我吃了药会睡觉的。那就休息啊，药是一定要吃的。不想吃。
好吧。谢谢。谢谢啊。这狗皮膏药大有功效，专治跌打损伤、消炎止痛、牙痛、头痛都有效，无副作用哦。我接下来几天贴这个就好，不一定非得打上石膏吧。既然会传照，以后每天在石膏上签上日期后，传照片给我。什么呀？人家腿都打石膏了还要管？有一次他特别坏，他给我们画猫，用那种不能水洗的笔画，画了之后我就没法写，我就不敢去上学，一直哭。我记得。丽叔特别厉害，跟他打架，好几天不理他。哎，你猜最后我爸怎么治他？用不能水洗的笔画胡子，一直画，画到我们俩的印子洗掉为止。对，哎，我跟你说啊，他做梦人的能力啊，比他经营管理的能力强多了。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哎，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什么意思吗？其实是搭便车，他骗我，他说这个手势可以打到出租车，结果我就发现我打了2个星期都打不到。后来被我知道之后，我就惩罚他，我说那个你必须让我搭你的顺风车，一直搭到我考上驾照为止。医生说你换药迟到了。才过5分钟，脚牙无处不在。风腾说什么？啊？丽叔啊，你跟老板是男女朋友吗？没有，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你说我们2个都霸道又好胜，从小打打闹闹惯了，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那还得了？也是。这几天风月跟我讲了好多关于老板的事情，我觉得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像一家人一样。而且你对我也不像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又陪我去看病，然后又陪我聊天，还带我去回诊。你对我真的很好，我觉得你都快成我的闺蜜了。珊珊，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女孩。是吗？谢谢。我已经跟亚典出版社的总编沟通好了时间，这是他的名片。这是见面的地点。哎呦，你这么快就联系好了，你真厉害！我这托朋友找了一圈也没联系上，你这帮了我大忙了，省了好多事儿。你真棒！哎，还有你照顾我们家珊珊，谢谢啊。其实这倒没什么，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力哦。我只是牵个线，毕竟这个总编是我大学时的后辈，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OK， 明白。哎，你等会儿，那个。
好东西，家里就是这个多。那个，咱俩庆祝一下呗。我特高兴，来来来，碰一下 ，Rio 可好喝了。谢谢谢谢。嗨，对呀，现在快到年底了，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激增。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虽然说起来不好听，你就当是老天爷给你赏赐的假期吧。真不好意思啊，我会尽快回去工作岗位的。嗨，没事儿，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阿佳，赶紧核对一下。哦，好好好。哎，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工作了。嗯，好，拜拜。以我的资历，病假超过3天扣工资。我想回去上班。看你怎么说。我给你1个星期时间，伤没好，扣年终。扣年终？扣年终？1天的工资是4天的工资是，然后我到职4个月，按照比例的话，什么？我年终多了57块钱，57块钱都不放过。